嗨，你好，我是莹莹。今天我们哈莱特荧光笔工作室呢要来聊聊以巴冲突啊。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突然之间要做这一集呢？这不是国际新闻来的咩？关我们这些 always in chill 的马来西亚人什么事哦？是有原因的。第一，因为这一场战争啊，好像要变成一场持久战了哦。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但是至今呢都还没有解决方案。第二，国外爆发战争，出现人道危机，可是马来西亚内部，我们这些马来西亚人却是因为种族或宗教的不同而出现了分化的趋势。有的人是热烈的挺巴反战，而有些人呢却是无感，甚至是不屑。当然呢，这些就只是我们有限的能力的范围内所收集到和观察到的现象。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还有观察、发现等等的话，都欢迎多多留言，我们一起来理性交流哦。不过呢，因为我们没有要抢热度啊，所以呢，关于以巴冲突的由来啊，要挺巴啦，或者是挺哈马斯啊，那些解不开的一些历史因素哈，有很多的 YouTuber 呢都已经做得很好了。比如说，你可以去看看香港知识型 YouTuber 的天花板明仔，就有很多的影片呢都解释得超级仔细的，推荐大家去找来看。我们也会把它的这些链接呢放在描述栏那一边，方便大家点过去，不用谢。而荧光笔做这一集呢，我们会 focus 在比较马来西亚穆斯林的角度和非穆斯林的角度，我们要尝试让大家换位思考，多一点同理心。当然呢，我们也会拉大一点来谈谈国内究竟有没有政治化以巴议题。因为像安华很积极的挺巴，他到底会不会给马来西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是的，如果安华处理得好，对马来西亚是好事；但是如果处理不好，是很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哦。让我们看下去。首先，我们来 update 一下最新的发展。就在前几天啊，我们的首相安华才匆匆赶往沙烏地阿拉伯出席了这个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的特别峰会。他呼吁 OIC 必须要坚定要求立即停火，更要加速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那其他我们就不多说了，反正这是我们政府一贯的立场。其实以巴爆发冲突了之后呢，我们的政府打从一开始就非常积极的去声援巴勒斯坦，尤其是安华从上个月开始呢，就不断的往国外跑，跟各国的领袖啊，比如说是中东国家讨论以巴冲突的对策。至于国内呢，无论是官方或者是民间，都先后举办了很多场声援巴勒斯坦的这个集会，为人道救援进行募款。而且呢，不管是朝野啊，只要是穆斯林领袖，几乎都是会出席或者是表态的。那我相信啊，有很多的华人看到这一集就一定会很有距离感，对不对？因为觉得说好似有關我自己，有似唔關我自己咁樣。那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必须要先从马来人或穆斯林的角度来看看以巴议题。OK， 根据我们的观察到的现象哈，马来西亚穆斯林呢对以巴冲突的这个反应呢，大概就是挺巴、募款、抵制还有责任。或许有很多非穆斯林觉得以巴战争只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些国际事件啊，但是其实加沙的悲剧呢，已经触动了很多马来人或穆斯林心中深深的情感。尤其是对马来西亚最大的族群马来人来说，这场战争呢是有一种我的穆斯林兄弟姐妹啊正在被迫害、正在被杀害的这一种心情。这种穆斯林身份的情感连结，对巴勒斯坦的强烈共鸣，是很多非穆斯林比较难理解的。其实这就很像是我们华人相对会比较关注华人世界的冲突，比如说是中国台湾的矛盾啊，而印度人呢就会比较关注斯里兰卡和大米尔之虎之间的矛盾。因此呢，对于穆斯林而言，挺巴不单只是普通的人道问题而已，更像是穆斯林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发声的责任。你还记得当年的香港的示威吗？那我们姑且呢不论立场，但是华人的反应是不是就比起其他种族来得更加激烈呢？这也是为什么呢？以巴爆发冲突之后马来人或穆斯林会出现一股抵制的浪潮。比如说有很多家知名的连锁品牌，因为被贴上亲以色列的标签，所以呢就受到了严重的抵制。或许大家不知道其实这些品牌很早就是抵制运动的目标，只是呢以巴爆发冲突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抵制潮。而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抵制热潮来得激烈许多哦。除了是抵制的呼声在社交媒体上面迅速的扩散，更有马来网红主动呼吁粉丝一起去行动。马来西亚的抵制
策支和制裁组织 BDS 也向大众喊话，要大家透过抵制向以色列施压。这场抵制似乎已经变成了马来世界或穆斯林世界的政治正确。更有知名的品牌说他们底下的员工更被某一些有情绪化的民众骚扰，甚至是羞辱。当然这些抵制呢都是个人的选择，还是有穆斯林认为这种抵制是于事无补的。那就有网友呢很认真的去分析了以色列和美国的这个财务状况，他们的结论是大家盲目抵制某一些品牌，但是其实对以色列和美国来说，这根本就是九牛一毛的收入而已。抵制反而会伤害在这些品牌底下工作的穆斯林同胞，因此呢，穆斯林内部呢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立场的辩论和拉扯的。简而言之呢，不少马来人或者是穆斯林将挺巴看作是伊斯兰的一个斗争，所以呢，自己必须要尽一份力，甚至质疑政府表态不够，做得也不够多。可是呢，反过来呢，有一些马来西亚的非穆斯林们呢，却认为政府做过头了。你觉得政府是做过多，还是做太少呢？先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看看你的态度，一起交流交流。那大家都还记得这个吧？在教育部的指示之下，学校呢就举办了巴勒斯坦团结周。有一些学校呢，这安排实在是太过火了。他们让小学生打扮成圣战士，高举玩具枪，或许就是这起事件产生的涟漪效应。非穆斯林的执政党议员呢就提出了抗议，这也让非穆斯林呢开始跟挺巴保持距离，两边对挺巴出现了不一样的认知。如果我们也来浓缩一下马来西亚非穆斯林对于以巴议题的反应，那么应该就是不理解、唔关我事、优越感以及人道主义。其实呢，有很多非穆斯林尤其是华人，并不理解以巴的这个议题再加上政府或者是民间组织在挺巴议题上面呢，凸显了这个强烈的宗教形象，于是呢，一条隐形的边界就这样子被画出来了。很多非穆斯林或者是华人就将巴勒斯坦人等同于穆斯林，在马来西亚非我族类的惯性思考之下呢，自然就跟马来人或穆斯林世界所关切的以巴冲突产生了距离感，显得这场战争呢还唔关我事嘅。也因为挺巴的这个宗教色彩呢，导致了一些华人或非穆斯林开始将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呢掺杂在这一场人道危机之中。比如说，有一些华人就觉得马来西亚一直以来呢都是马来人或者是伊斯兰至上，其他的族群一直都是被忽视的，或者是有受害者情节。于是呢，他们就将这种负面的情绪呢转嫁到以巴议题里面。虽然他们不会明言支持犹太人，可是呢也不太愿意表态支持穆斯林为主的挺巴运动。而且呢，也有一小部分的人受困于西方媒体的主流偏见之中，例如过度简化以巴冲突，把以色列看作是比较进步的文明西方国家，而把巴勒斯坦呢看作是比较暴力和落后的穆斯林国家。那这群人呢，就会以充满优越感的 feel 来将这个同为非穆斯林的自己放在文明的这一边，然后呢就断言一定是那些落后的一方呢去挑衅那些文明的一方的啦彻底的去忽视以巴复杂的这个历史问题。于是呢，这一场人道危机在马来西亚惯有的种族思维运作之下，就演变成了一场选边站的身份认同之争不过，虽然我们刚刚说的都好像很负面，但是还是有很多非穆斯林是打破宗教的隔阂，是用人道主义的角度为巴勒斯坦发声的。毕竟呢，其实战争终究是关乎人性的问题，而不是宗教的身份而已。总而言之，不管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内部都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角度和声音的，只是大家都在互相拉扯或者是协调。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多了解这个议题，而不是盲目的选边站而下判断。最近呢，我们观察到网络上呢就有一些批评安华的声音，说他过度声援巴勒斯坦，尤其是在非穆斯林的这一块呢，这一类的质疑声量是最大的。但是呢，大家必须要理解其实挺巴或者是国际的伊斯兰事务本来就是朝野的政治竞技场。我们稍微追溯一下历史8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巫统和伊斯兰党就一直在竞争谁才是伊斯兰的代表。
当时候的执政党呢就积极的让马来西亚在 OIC 当中发声，甚至呢接收叙利亚和罗兴亚的难民，借此来累积马来西亚在伊斯兰世界的名声，也让国内呢塑造形象，扩大马来人或穆斯林的支持。以巴冲突呢在穆斯林的社会呢是拥有强烈的共鸣的，有一些政治人物呢确实是真心为了人道而力挺巴勒斯坦。但是呢，也难免有一些人呢，只是想要借此来增加自己的这个支持力量。尤其是近年呢，宗教和保守势力的崛起，挺巴也变得更加的政治化，而朝野呢都在竞争我比你更挺巴勒斯坦的那种感觉。根据我们找到的这个分析，之前呢被国盟批评没有维护马来人和穆斯林的安华，挺巴呢可能就是他争取马来人支持的最好机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安华非常积极的跟世界各地的伊斯兰领袖接触，来凸显自己强硬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当然呢，也有分析说安华想要借此来强化马来西亚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试图将马来西亚打造成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桥梁。但是马来西亚的国情毕竟还是比较多元的，穆斯林就批评他做得不够，而非穆斯林就觉得他做太多了，显得两边都不讨好，这就是安华的窘境。这也是马来西亚长期以来的难题，大家都习惯的会躲在各自族群当中去看事情，彼此都缺乏了共同关心的事物，更不要说是有一样的看法了。这或许也是英殖民时代分而治之所留下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认同吗？那关于这个英殖民时代留下来的这个历史问题呢，我们这个历史脉络的部分之前就已经做过了相关的影片，大家可以去找来看。其实安华高调挺巴的同时呢，他也谴责跟以色列友好的西方国家。虽然这个动作呢让他受到很多国内穆斯林的欢迎，可是呢也有一股声音说，如果他的态度继续这么的强硬，会不会影响西方国家对他的观感呢？尤其是让人觉得形象本来就开明的他，开始变得越来越保守。举个例子，最近呢美国就想要立法制裁哈马斯的海外支持者，可是呢安华却拒绝将哈马斯定义为恐怖组织，还表示会继续跟他们保持联系。美国为了这一件事情呢，就给我们发出了3份外交照会，甚至传召马来西亚驻美大使。那你就会想这样的发展算严重吗？严重。因为呢，连安华跟外交部长也承认，如果我们跟美国的关系越闹越僵，马来西亚会不会有被制裁的风险呢？可能有人就会说，哎呀，要制裁不就制裁咯，要闹僵不会闹僵哦 ，We don't care， 真的 don't care 吗？我们来跟你讲，我们先来理性的看看这个数据。2022年，美国是马来西亚第3大贸易伙伴，也是第3大出口市场，双边贸易呢是2675.8亿令吉。美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计划总共创造了30万个就业机会，而且马来西亚主要是出口高科技的电子和电机产品到美国，比如半导体就占了总出口的57.4%。白话一点就是我们很依赖美国啦哈。可能有人听到这里就已经开始生气我们啦，尤其是看到我们列出的这些经济数据，让人有一种你们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人命的感觉。当然了，人道危机在前，感觉我们是不应该太顾虑这一些数字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呢多提出一个角度，让大家看看不同人的立场，戳破彼此的盲点。我们更想要强调的是，一个成熟、理性、有智慧、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是已经进行风险评估的。他们必须要有能力确保，当我们在为人道出一份力的同时，也要有相应的智慧和策略来保护马来西亚，避免把大家带入另一场困境之中。无论如何，尽管安华展示出他态度强硬的勇气，但是他也没有把话说得太死啦。我们录影的此刻呢，安华正在美国参加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他依然希望是可以在美国找到新的投资计划，希望我们挺巴的同时呢，跟美国的关系也不要变得越来越紧张咯。最后呢，我们只想说，以上只是 highlight 的荧光笔有限的观察和资料收集，我相信这么复杂的议题呢，一定有很多非常难厘清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决定要在例行的周3、周6上片的规律以外，特别去制作这一支影片，为大家来整理角度。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角度或者是想补充的话呢，都欢迎在留言区交流哦。因为只有多呈现不同的角度，多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我们才可以更理性的看待事情。你的补充也可能会让视角更加的完整，期待你的留言。最后呢，我们荧光笔呢还是希望马来西亚人能够跳脱族群和宗教的框框，用更普世也更人道的角度来看待
待以巴议题。毕竟以巴战争呢是一个人道危机嘛，而我们必须要站在人道和反战的一边，支持和平，停止战争 ，No war, only peace。如果你支持我们的频道，希望我们能够持续制作这类型的影片的话呢，可以选择加入会员，或者是直接donate我们，因为你看到的所有的质量呢，靠我一个人的火是不够的。需要钱去找更多的帮手来制作。你可以选择加入会员，或者是如果你是商家或者是基金会的话呢，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作为我们的金主爸爸哦。有意愿的朋友呢，可以 email 我们，或者是呢，也可以继续在留言区留言。那感谢你支持荧光笔，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哎 ，follow 这些 ，follow 这些 ，OK 吗 ？Boy， 唔好嘈啊，乖啊，應我添。